汽车简报，六度团队为您制作的汽车简报，谢谢收看汽车简报。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再次减持全球第一大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的股份。南华早报，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在5月初出售了价值46210万港元（5890万美元）的比亚迪股票，这是该公司自8月以来至少第11次减持这家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的股票。这一决定使伯克希尔的总持股在此期间从 19.92% 增加到 9.87%。尽管比亚迪是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标杆，销量增长了3倍，但自2019年以来一直未能实现盈利，并在4月警告称，全球晶片短缺将进一步延长亏损期。电动汽车梦变成了噩梦。英国每日电讯，据旁观者报道，对电动汽车推出的担忧已经凸显出来。文章概述了电动汽车缺乏基础设施，没有安装足够的充电站来满足政府的目标，还有电力成本问题，电力成本变得越来越昂贵，导致数千个路边充电站关闭。此外，由于它们的重量，电动汽车对于一些没有能力应对这重型车辆的桥梁来说可能太重了。最后，这篇文章提出了环境影响和增加监测机会的潜力。丰田的下一个大赌注内幕。金融时报，日本汽车集团丰田与卡车运输公司 Paycar 合作开发了2款长途运输卡车 Kenworth 和 Peterbilt。这些车辆由氢燃料电池模组而不是柴油发动机提供动力。两家公司计划实现氢燃料电池技术可以为重型卡车提供动力的未来。这些重型卡车可以在美国各地的高速公路上零排放行驶。丰田高管克里斯托弗·杨 （Christopher Young） 表示，这些卡车将于2025年投入量产。批评人士质疑是否会有广泛使用该技术所需的基础设施。2020年，全球瑜伽服市场价值192亿美元，预计到2028年将翻一番，达到400亿美元。但对寻求更环保的生产商构成了可持续性挑战。与传统使用的石化基聚氨酯等合成纤维比，天然纤维需要更多的化石燃料能源来生产，而每次洗涤都会释放出污染水道并被海洋动物摄入的合成微塑胶。风险投资公司 SaferMade 的 Martin Mulvihill 表示，研究生物基和可生物降解聚氨酯的公司都没有创造出具有相同拉伸和性能的材料。微软争取赢得矽谷残酷的人工智慧竞赛的内幕。英国每日电讯，微软正在寻求将人工智慧 AI 融入其所能做的一切，包括促进业务发展，而科学家、伦理学家和其他人则在争论该行业是否处于新工业革命或广泛的工作力冗余的边缘。到目前为止，该公司的主要进展之一是其人工智慧聊天机器人 Copilot。该程式已连接到 PowerPoint， 以便在几分钟内从一系列要点制作幻灯片。商业应用人工智慧副总裁沃尔特·孙 Walter Sun 表示，到2028年 ，Copilot 可能会成为自动驾驶仪，这将消除人工监督的任务，并使软体能够处理准备甲板的各个方面。与此同时，有人担心人工智慧可能会使办公室工作变得多余。IBM 首席执行官 Arvind Krishna 表示，数千名后台员工将在未来5年内被人工智慧和自动化所取代。中国电动 SUV 市场争夺战在国内外升温。路透社，中国蓬勃发展的电动 SUV 市场正变得越来越拥挤，至少有20款新车型将于4月推出，其中包括电动汽车制造商小鹏汽车和蔚来汽车的6款新车型，以及大众、宝马和丰田等现有汽车制造商的车型。2020年，市场上只有76款电动 SUV 车型，但自特斯拉开始在中国生产国产 Model Y 以来，该型业的受欢迎程度飙升。尽管最近价格略有上涨，但 Model Y 在中国仍然比2020年10月初便宜 20%。我主要是短途旅行，预算不是问题。我应该买什么车？加拿大环球邮报，据为该报撰写的记者称，希望购买混合动力或插电式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的环球邮报读者描述的情况将适合全电动汽车，特别是
他们推荐特斯拉 Model Y， 因为读者大多开短距离行驶，偶尔需要长途旅行。由于读者可以使用水力并且需要充足的后备箱空间，并且预算不是问题 ，Model Y 的后备箱容量为2100升。特斯拉的充电基础设施被认为是决定性的优势。然而，这篇文章还讨论了一系列具有充足载货空间的较便宜的电动汽车，包括起亚 EV6、现代 IONIQ 5和大众 ID.4。传统的混合动力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电动汽车 PHEV， 包括雷克萨斯 NX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丰田 RAV4 Prime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和30欧蓝德 PHEV 也被建议作为替代品。在挪威，电动汽车的未来已经到来。纽约时报，去年挪威80%的新车销售是电动汽车，使该国在向电池供电的移动性转变方面领先于大多数其他国家。挪威自1990年代以来一直在推广电动汽车，这说明它成为最早在2025年停止销售内燃机汽车的国家之一。电动汽车对环境的影响极低，大大降低了奥斯陆产生的氮氧化物水准。自2009年以来，该市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下降了30%。转向电动汽车对该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也很小，加油站员工没有出现大规模失业，电网没有崩溃。鉴于挪威丰富的水电，电动汽车适度增加了对电力的需求。然而，挪威继续生产大量石油，使其成为减少温室气体，同时仍生产大量化石燃料的虚伪的一个主要例子。文远之行致力发展更高水准的无人驾驶科技，以降低物流成本。南华早报，中国自动驾驶初创公司文远之行将在2021年将其资源集中在4级自动驾驶上，以期生产自动驾驶车队。具体而言，该公司的目标是将文远之行 SS5.1 系统商业化，以满足3级自动驾驶标准。文远之行的目标是实现机器控制的自动驾驶卡车车队。分析师预测，到2030年，这将为中国节省1.8万亿人民币，2610亿美元。微远之行与阿波罗和小马 AI 一起被认为是中国3大领先的自动驾驶科技公司。欢迎来到正常掌握助理维安未来钥匙的小镇。金融时报，电动汽车 EV 初创公司 Rivian 面临住实现其生产目标的压力。该公司预计将在2023年第一季度公布17亿美元的运营亏损，收入为6.54亿美元。Rivian 成立于2009年，目前的市值为125亿美元，低于1620亿美元的峰值。Rivian 在汽车生产方面的挣扎部分让人想起特斯拉的早期，当时昂贵的产品便更促使供应商改变，使供应链关系紧张。尽管存在这些问题， Rivian 计划明年生产5万辆汽车，并正在招聘第2班员工。Rivian 创始人 RJ Scaringe 选择伊利诺伊州开展业务，希望利用农业、教育和保险业的各种就业机会。该州还拥有中西部的第一个特斯拉超级充电站。宾利首席执行官对英国未能吸引电池投资的担忧。金融时报，豪华汽车制造商宾利 Bentley 首席执行官阿德里安·霍尔马克 Adrian Hallmark 表示，英国缺乏电动汽车初创企业和电池制造商的投资令人担忧。霍尔马克呼吁英国政府降低能源成本，以说明与世界其他市场竞争。大众汽车等汽车公司选择在波兰、比利时、加拿大、西班牙甚至德国等市场设立电池工厂，因为提供的经济激励措施。到目前为止，英国还没有吸引到电动汽车或电池制造商的任何投资。霍尔马克称这个问题令人惊讶。中国的比亚迪扩展到 iPad 之外，在越南生产电动汽车。日经亚洲，据越南政府称，中国电动汽车 EV 制造商比亚迪将在越南生产针对当地市场和东南亚出口的电动汽车。比亚迪正在寻求增加产量，因为它的目标是在产量方面超过特斯拉。据信，竞争对手预算电动汽车制造商50也计划在该国为同一市场生产电动汽车。巴西的网约车应用99的目标是在1年内将电动汽车翻一番。路透社，
巴西网约车应用99希望明年将平台上使用的电动机车数量从目前的485辆增加到1000辆。该平台目前专注于圣保罗，目标是到2025年最终拥有1万辆电动汽车，到2030年将这一数位增加到该平台车辆的100%。99正在与其他10家公司合作开展这项计划。该集团被称为可持续交通联盟，包括贷款人 Banco、BV 和中国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和 Koi Chery。该计划于去年成立。日本要求披露 EV 电池生产产生的 COR。日经亚洲，据日经新闻报道，日本政府将要求电动汽车 EV 制造商报告电池生产过程中释放的二氧化碳量。新要求将适用于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政府旨在利用这些数据来确定补贴资格。此举遵循欧盟采取的类似措施，欧盟也从2024年起强制披露排放资讯。据报道，日本政府表示，此举是到2050年将运输部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到净零的努力的一部分。中国汽车制造商向澳大利亚涌入廉价豪华车。彭博社，中国的奇瑞 Chery 正在瞄准澳大利亚客户，推出价格较低的汽油动力 SUV。竞争对手中国汽车制造商长城汽车和上汽集团已经开始在澳大利亚销售负担得起的汽车。该国的加息导致对更便宜的选择的需求增加。奇瑞去年是中国第2大汽车出口国。该汽车制造商的 Omoda 已经在澳大利亚以约32000澳元、22000美元的价格出售，这一价格与该国许多中国制造的汽车的价格一致。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推出更大的型号。谢谢收看汽车简报。